小火慢炖，有滋有味儿。这么多啊！天一亮就开始先把它炖上了，炖120斤就只能出30到40份。对。烹菜肉食，找到回家的感觉。就是欢迎回家吃饭啊！欢迎来我家吃饭。对，这都是我们自己家做的那个。上美景品美食，记忆里的味道。这种3层的叠加，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特别有层次感。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入冬前的热乎美食。大家好，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这个鸟巢的东边。那要说北京，我自己有没有什么私藏的馆子呢？今天这家店绝对算一个，是专门吃这个西北菜的。要说在北京的西北人问到有什么好吃的西北菜，大家一定都能想到他们家。而且到了他们家呀，你从他们家装修风格到味道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西北味儿。除了好吃的西北菜以外，还有非常多的暖冬味道。今天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马店长，哎，又见面了！真的，你看我们俩真的是常见了，因为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年了，我经常都带爸妈过来吃。但是今天我可带着别的任务呢。咱家除了西北菜，有没有什么适合暖冬吃的菜品？好，给我整一点。你看一下哈。行。好久没见了，马店长。每次来到这儿都能看到您。我想我来这儿也吃了有将近10来年了。咱们这店是不是也开了10来年了？对，我们10多年了。除了咱们平常会吃到的西北菜，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菜单上还出了一些，哎，好像平时西北菜看不到的一些菜哈。对，我们融合了一些这个海鲜，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肉。这个海鲜大盆菜，它是原来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多汉餐里面大家都能吃见，知道。然后我们回餐里面就特别少，几乎就没有。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融合啊，把里面的原材料都换成清真的啊。对，咱们这里面整体的用料还是挺丰富的。我看到有这个花椒哈，然后鲍鱼，海参，还有大虾，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啊，像这个西兰花，还有这个很可爱的鹌鹑蛋哈。对，还有这个羊肚菌，哦，羊肚菌，那这也算是咱们当地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菌了哈。这一口下去，让我想到了那个当地的一句话，叫做“我也那个咱进的很哎”，是不是？对，很好吃。咱进的很。咱进的很。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配米饭，对，因为它非常的入味儿，也比较浓稠，拌米饭肯定特别好吃。然后因为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它也把咱们食材里面的这些海鲜的味道也完全炖煮进去了，就一口下去感觉非常的鲜。鲍鱼也很嫩，很有弹性。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西北菜不同的打开方式。就为什么就是大家的印象里觉得西北菜都是面食为主啊，然后以这个主食为主，但其实并不是。你像西北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它是一个南北打通的这个状态。那偏南的时候，它的口味就会有点偏这个川渝，有点辣。那中原地区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吃到这种类型的菜。那在偏北方的时候，我们就能有点偏内蒙的这种吃法。好，主要是牛排啊。就我用筷子夹的时候，就已经能感受到这个菜是非常的软烂的状态了，一抿就化开了这个肉，但是呢，它还不失这个肉质的这个嚼劲在里面。而且汤汁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咱们其实是肥瘦相间的这个肉，对吧？既能吃到这个肉这个鲜味儿，同时还能吃到这个肉里面自己带着的这个肉香哈。我们的这个牛肉叫牛肉，它用料是牦牛肉，用的是牦牛的牛排啊。对，我们的这个牦牛是我们就是甘肃的甘南。然后呢，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境内的这个水草比较丰茂，就是养出来的这个牛啊，然后特别的好，肉质也特别鲜嫩。这么一听下来，感觉咱们这牛主打一个松弛感哈，所以我刚刚吃到嘴里的时候，也觉得它这个肉质其实是很紧实的。然后同时呢，然后咱们炖煮的也非常的软烂。北京有一道菜很有名，叫红烧牛尾。牛尾，对，是其实这个做法是一样，只是选了咱们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食材来做这个。对，我们把就是做法是跟红烧牛尾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食材换成这个牦牛肉啊。大厨您好，
啊，这个就是咱们用来做这个大盆菜汤底要用的食材吗？对。这么多啊！我们有用到这个1年以上这个老母鸡啊，2只鹅，大凤爪。哇！为了提汤这个鲜度，我们加了海鲜。螃蟹呀，文蛤呀，好，所以吃到嘴里就是咱们虽然是一个清真的做法，但是依然非常的鲜。对。啊，等于咱们家这个海鲜是用来提鲜的，然后像老母鸡咱们就来吊汤。对。然后这个鹅呢，就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鹅肉的香味儿，同时我觉得这个大鸡爪真的是增加这个汤这个浓度，对，浓度和粘稠度，对，所以就里面都是满满的这个胶质哈，胶原蛋白，对。那像咱们拿这么多食材要炖煮多长时间啊？小火7到8个小时。哦，那这不是咱每天就天一亮就开始先把它炖上？对啊，2斤的水，然后就是这么小火慢炖，出汤就是出60斤。就等于只有1半的量。对。那像咱们家这个菜一天，它这个量大概能供应多少份？咱们这个大盆菜啊？大盆菜嘛，大盆菜30份到40份啊。只有30到40份，所以要想吃的话，真得提前来，因为人家一天炖120斤，就只能出30到40份。对。今天呢，给大家探了一家西北菜，在北京也开了很多年了。他们家呢是专门做西北菜和特色菜的，同时呢也融入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意在里面。那像今天呢，我们也吃到了他们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像这个牦牛肉啊，还有这个大盆菜。那除此之外呢，你吃到他们这个羊排啊，一点膻味都没有。所以来他们家店呢，还推荐一些比较好吃的菜，比如说像是他们家的这个手抓羊排，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酿皮子。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当地的特色小吃，比如说像这个甜胚子，它这个质地感觉有点像咱们吃到的这个醪糟，这个呢叫做灰豆子，都希望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啊。他们家呀有包间11间、雅间4间、散台20张，最大的包间啊容纳22个人。他们家地理位置呢就在北京市朝阳区汇中路的19号，在酒店的1层。那么如果您是开车来呢，也非常方便，门口有很多的停车位。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北京的三里屯儿。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刘老师。刘老师是来自安徽，是不是？是。那今儿呢就带您去一家餐厅，主要做的是安徽菜，但还有一些融合菜。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看。好的，一起。您看，我们到了，您往里一看，就感觉是不是跟外边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鲜明的对比？是的。一进来就觉得，首先身心就得到了放松，有一种慢生活的感觉。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姐姐在忙活着哈。是的。你好，你好。这个是咱们餐厅的一个什么区域啊？我们这个区域的话是既可以用餐，然后也可以用下午茶。您看，其实，在饭前的时候先喝一杯茶，还是可以让这个整体的这个身心状态先放松。没错。然后我们再润口，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尝这个食材的本身的这个味道了，没错。给您的茶，您可以尝一下小樱桃。在一个这么喧嚣又时尚的地方，在三里屯儿，我们却可以找到一个如此静谧，然后可以让身心放松下来的地方，在这儿静静地喝一杯茶，就有种客来客去日日，花开花落年年的那种感觉。没错没错。乔姐姐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比较适合我们冬天吃的暖冬的这个食材？像我们这边推荐的话，肯定首选是3重奏火锅，先喝鸡汤，然后吃鸡肉，再就是食用它的菌菇，最后还有一个暖洋洋的一个烩饭。然后再就是徽州小炒、湖三鲜，还有麻油鸭，这些都是点的比较好的。我们选用的食材都是从安徽、西安、江津、浙江选用的一些山野食材，还有一些瓜果蔬菜。再就是天然发酵的一些食材，主要是回归食材本身的味道，比较讲求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讲求人与自然的这种比较和谐的这种相处模式。这个是第一吃，是竹林鸡，鲜的竹林鸡，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清汤，清汤里面没有加鸡精、味精，只加了一点点食用盐作为调味。那这个汤是高汤熬制的吗？
就是清汤，主要是对提取这个竹林鸡的鲜味儿。然后这个开锅之后大概煮7分钟就可以。全程我们这么快吗？对，它很快就熟，因为它的皮比较薄。哎，这个热气腾腾的，真的非常适合冬天暖冬的食材。没错，现在是秋冬刚刚交替的时候，吃起来感觉有种暖洋洋的。这你看，经过它7分钟的这个小火慢炖之后，它这个鸡油全部都被炖煮出来，释放出来了。然后先喝一口汤，就是让肚子暖一暖，然后再尝一尝这个美味的鸡肉。这种鸡的美味确实是与传统的鸡绝对是不一样的。真是喝到嘴里那种感觉。特别的鲜美，特别的什么清甜。对，就是你一口下去，首先没有那种非常咸的口感，就是很清新的。然后你再抿一抿，它的回味是有点甘甜在你的这个口腔里面的。没错，没错。哎，那刘老师，您刚刚也说您就是安徽人嘛？是的。这个在您当地是怎么吃的？是有一些改良的，还是咱们当地就是这么吃？不是，这个已经改良了。它的改良特别有创意，很有想法。我们当地吃的就很普通，就用我们的当地的老母鸡，那个油脂特别大。这个竹林鸡啊，低脂肪，更健康。更健康，鸡肉更加的紧实，吃起来一些哈。没错，你看它成熟的时间很短，对吧？那你老家吃这个鸡是不是得炖很长时间？是要煲1-2个小时。它你看7分钟就可以，是因为它本身它这个鸡肉的质感就是更加的嫩，没错，所以它这个就也不用那么长时间来烹饪它。因为它这个竹林鸡啊，是它的生长环境也比较好，它在吃的是竹子、虫子和一些地上的一些稻谷之类的，这样呢增加它的纤维啊更加的嫩，更加的有嚼劲，吃起来更香。怎么样？加了这种汁，使它的鸡肉的鲜味和层次感更明显，也有一种，因为里面有青柠，它可以软化它，可以增它的香味，吃起来更加的香甜可口，就提鲜了，是不是？对。那我刚刚白口吃到它的时候，其实就是吃的是这个食材最本味的这个味道。没错。然后这个是第2食用的是各种菌菇，5种菌菇。分别的是什么呀？像这个是对牛肝菌，对，然后鸡枞菌和鲜蘑。这么丰富的菌类啊，这种氨基酸更加丰富它的鲜美的味道了。动物的氨基酸和植物的氨基酸，两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鲜上加鲜，纯天然。菌香味道很浓，而且尤其是它经过咱们这个高汤泡制之后，还带了一些这个鸡油的油香。同时呢，它这个菌非常的新鲜，在嘴里面其实是弹开的。全部吃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心满意足的把它变成一个粥。那就到了第3吃法了，3重奏的最后一奏了哈。这个米啊，特别的丝滑，你看到了？因为它其实里面加入了那个奶油，淡奶油，对吧？更加的香甜。刚刚它在这个煮的过程中，其实就可以闻到那个淡淡的奶香是往外溢出来的。没错。然后它其实正常的这个米呢，就是比较绵软，但是颗颗分明的。那最后呢，它又搭配上了一些炒米，所以你吃在嘴里的口感它是比较丰富的。没错，既有这个米粒的这个米香和绵软，还有奶香，同时呢还有这个炒米的这个脆感在里面。没错，它的层次感更丰富。这种3层的叠加，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特别有层次感。那这种中西合璧，也引领潮流，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交流融合。然后我们又最后加了我们当地的脆米，也就是香米炒米，这样的话它更加有层次感，一种酥脆，一种软滑，加了淡奶油也更加的香甜丝滑，是吧？有一种很棒，回家吃饭的感觉。没错，越吃越觉得很棒，很开心。那下一道推荐的就是他们家这个东坡鸡了，是不是？没错，这东坡鸡呢，它是2种食材，一种是鸡，也是用的竹林鸡，然后用的肘子。东坡呢，它是东坡肉，对，用它的烹调方法来做的。这道菜其实也是一道功夫菜啊，需要下非常多的火候和时间，还有耐心在里面。因为这个2个菜它食材都比较大，所以用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它用煨和炖的方法，是慢慢的去煮。通过长时间的大火
转小火，慢慢的煨制，是吧？然后再用大火收。一点点把这个汤汁喂到这个食材里。没错，色泽红亮，是不是？吃起来更加的软糯。它的口味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香。我吃的是这个东坡肉嘛，这个肘子非常的软烂，但是呢又不油腻。没错。而且完全那个味道已经进到这个食材里面了。没错。今天呢，给大家看的是一家非常闹中取静的餐厅。一进到他们餐厅呢，就能够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慢了下来，可以体验慢生活和慢节奏。那么他们家呢，主要经营的是安徽菜，但是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融合菜和创意菜。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3.3大厦的3层。哎，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小红门，你看一到门口就感觉到了那个小时候北京的大院一样，这主打的就是一情怀。一到他家就会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一下就可以把你拉回到小的时候。那都是童年回忆了。你看这边墙全是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在门口会买的小零食，然后这边呢有一些小的时候才会喝的饮料，还有很多。你看，哇，鸟笼都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些记忆。那您最爱吃他们家什么呀？羊肉串、肉筋、腰子呀什么的。我最爱吃的炸灌肠。啊，炸灌肠。对，因为小时候炸灌肠都得在庙会能吃的。炸的又厚，然后外边焦，里边嫩。他们家肉很新鲜，量大实惠，然后百吃不厌。这串可真够横的呀，有种回到家里吃饭的感觉。对，入冬了，然后这个也是吃羊肉，然后温补，对吧？然后点上这个锅，然后也不显得咱们桌上冷清，然后热气腾腾的，大家伙儿，我朋友之间推杯换盏的，我觉得也比较好。这氛围感一下就起来了。对，你这一大锅，你可能只吃这一锅了，但是你有小锅的话，咱们会给其他的穿插点一些，都尝尝，对，都尝尝，对。这锅子往这一支啊，我就觉得已经到了北京的冬天了。对，感觉外边都已经下雪了。的东西哈，哎呦，这热乎气，而且是带着这个羊肉的这个香味儿就出来了。对，用高粱的羊排，然后我给它切的是小块的嘛，因为我觉得这么着好入口。然后配着白萝卜，然后胡萝卜，全是这个吸汤汁儿、吸味儿的。对，人不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冬天就得吃点这白萝卜、胡萝卜什么的。都说这鱼羊鲜嘛，鱼羊组成就是个鲜，所以这羊肉必须得鲜着吃。对。咱们这个红汤里面之前是需要吊这个汤吗？再炖它吗？对，吊这个汤。之前使那个牛骨头。牛骨头吊。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我就自己试着做，我觉得这么着好吃，我就这么做了。这真是回到家里了，就吃着家里那口味儿。对。我觉得来咱们餐厅吃的就是咱们你家的那个味儿，是不是？对，我就经常说嘛，就是欢迎回家吃饭。欢迎来我家吃饭。对，这都是我们自己家做的那个味儿。咱们北京人吃烧烤不叫吃烧烤，叫撸串儿。对，吃的就是这个氛围。我看咱们后面还有个黑板哈，这黑板写的也不是课题，也不是这个表，写的是咱们家的这个菜系。对，菜，而且有一句话特别逗，晚饭只吃3分饱，留着7分要吃烧烤哈。这是咱们家招牌的这个。对，炸鸡跟炸羊。炸鸡和炸羊，这有点让我感觉回到了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下课必须得在门口吃个羊肉串，再吃个鸡肉串来回家。对，以前小时候就是吃炸鸡肉跟这炸羊肉串。对，哎，咱怎么就想着开这么一个串店啊？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吃烤串，那会儿小时候住新街口嘛，住西城那块儿。放学以后，然后就红绿灯啊，什么胡同底下呀，全都是这种新疆人烤串。那会儿是1块钱4串。1块钱4串。对，那会儿放学以后有点暴露年龄了，1块钱4串上。80后。那会儿就是盼着放学以后嘛，然后在那家胡同口，吃完烤串，然后要不然吃碗卤煮什么的，然后再回家写作业去。后来小时候就想说，不行，长大以后必须得弄一烤串店，自己就得吃够了嘛。后来
就是机缘巧合吧，然后就开始弄这烤串店了。那咱就吃着尝尝鸡肉串，量还挺大的哈。对，这是用鸡胸肉，量大，这选的是鸡胸肉，对，鸡胸肉必须得吃那股柴劲儿。一口咬下去，能看到它这个鸡肉在拉丝儿，炸的还是挺焦酥的哈。对，一口就能回到小时候，回到那80、90年代了。对。哎，那这个是尝尝，对，这个这是以前就是小时候在陶然亭，陶然亭大雪山啊什么的，滑完以后，哎，吃2串这炸羊肉串，可解馋了。小时候觉得地道，哎，真的是地道，这是小时候那味儿。而且我觉得咱们家这个羊肉选的是哪个部位？这个就是羊腿肉，嫩哈。对，一口咬下去还是有一点这个羊肉的这个小小汁水在里面的，然后嚼着呢也觉得有嚼劲儿，同时还很嫩。因为炸的时候可能油温高吧，就是把它汁儿都给锁住了。所以我觉得像他们家这个串啊，特别适合在马路边上吃。对，路边做一小马扎。哎，对，是不是？但是来到他们家整体的这个装修风格，也是一下就能给你拉回到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对，哎，我感觉咱们家这炸串啊是有小时候那味道，但是不同点是比小时候那个串要大。而且是一整块肉在上面哈。对，因为小时候可能有的地区吃的吧，它可能是把肉给做成肉泥，然后去那么着去穿去。我呢，因为打小家里边都教我们，就是咱做人一是做人就得实在。实在哈。那咱这串咱也就实实在在的呗，就全都是大块的，对吧？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嘛。哎，大快朵颐哈。那您这光说也不行啊，咱去后厨看看。走，走着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气。好嘞，好嘞。人家别人都是什么明厨亮灶，咱们家是串儿，直接就是也明厨亮灶了，是吧？对，在人看得见呀。看得见摸得着，吃着放心。这就是你刚才吃的那个炸鸡肉串。哇，哎，你看它没炸之前，这个也是非常的大，很厚实。对，这是炸的羊肉串。全都是那种大块的。是，而且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他们家这个冰箱，只能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大。里边的每一串都非常大，肉都很实在哈。你看这整个的冰柜里边啊，除了这2种串是腌过的，剩下所有串全是没有腌过，全是鲜肉。所以就吃那个最新鲜的那个状态。对，就是原汁原味嘛。这是咱们每天现穿的吗？对，现穿，从中午12点就开始穿了。对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来了以后说什么这串没有了什么，那没办法穿不过来。所以要想吃的全，还得赶早来，因为人家这是每天现穿的大串。接着给大家看了一家非常有这个情怀和年代感的餐厅，主要呢就是做的这个烤串、炸串，还有一些老北京的吃食啊。你看，像这道。见过吗？叫脏面包，其实有点像咱们国风版的脏包。然后它其实上面糊的呀是这个黑芝麻，哇，是不是有点穿越回小时候的感觉了？炸灌肠大家肯定也是从小吃到大的，哎，这个还有一个叫做肘子皮拌饭，嚯，光看着就香，这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如果你想感受那个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跟朋友其乐融融的聊聊天儿，对吧？有种回家的感觉，可以来这儿尝尝。那接下来呢，火旺给大家推荐一家横菜馆子。那这家店啊，位于龙潭湖的东北角，可以逛逛公园，同时呢还能品尝美味。这景致，这没谁了呀。要说这家餐厅的美食呢，可选择性很多。按老食客推荐的鲁菜、干烧黄鱼、葱烧海参几乎啊是桌桌必点。除此之外，这招牌的金牌油条也让人啊是眼前一亮。这油条呢，它有焦香，有面香，它在酥脆的同时呢，又不失这个鲜软。这大黄鱼呢，也是非常的到位啊。炸完之后烧制出来的，会有淡淡的这种豆瓣的香味在里边，因为它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丁儿，所以这鱼呢吃起来不仅鱼肉细腻，而且还很滋润。除此之外，这外焦里嫩、中西结合的脆皮猪手也不容错过。我先帮您尝尝。
哎，就很像那个德式的这个脆皮肘子，他把肘子换成了猪手，而且还是这个前手啊，前蹄儿，非常的脱骨啊，满满的胶质，真心不错。这个前手呢，它本身这个皮呢要给它抛了，所以你知道吃到嘴里那口感有点沙沙的、脆脆的，而里边呢，前手呢真是猪手，它没有那么多脂肪，对吧？里边的内皮它是糯糯的、软软的。再往里呢，就是筋了，这筋呢，吃起来还是相当的有弹性，而且还有一些这个贴骨肉在里边，所以这个猪手呢，吃到嘴里口感非常的丰富。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张师傅。张师傅，哎，你好，这个猪手是您做的？对，刚才我尝了一下啊，从工艺上来说，应该是先卤后炸，是不是？对对对。哎，我觉得您这个用料啊是特别的讲究，这个没有过多的这个调料的味道，这肉呢反而特别的香。那您这个是不是卤猪手有什么秘密？主要是我们这个店呀，18年的老汤。老汤。对，俗话说呀，战士的枪，厨子的汤，是吧？但我看您这老汤好像这个颜色跟那个传统酱肉的颜色还不太一样，这是不外传的哦。要说今天这家餐厅呢，还真是不错。本身呢，人就坐落在这个公园里，所以您在这个欣赏美景的同时呢，还可以品尝美食。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传统的京鲁菜之外呢，人家呢还有不少的融合创意菜，有包间，也有散台。非常适合这个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守着公园这面观景的包间呢，一共是4个，所以呢，提醒您啊，最好是提前预定。砂锅居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传承，这里的砂锅系列在京城更是家喻户晓。很早就赢得了名震京城300载、味压华北、白肉香的赞誉。砂锅居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变迁，积淀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除了砂锅系列，砂锅居的圆梦水饺也很有名。水饺都是纯手工制作，馅料则源于圆梦烧饼，由猪肉、马蹄以及其他配料炒制而成。保留了圆梦烧饼原有的独特酱香口味儿，这种独特的口味儿，使圆梦水饺成为了砂锅居的一大特色美食。100年砂锅居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传统菜正宗原味不走样。新菜追求精品，独显豫府菜风范，更以美食美气加持，共同营造出浓郁的砂锅文化氛围。聚德华天100年老字号，何妨一时庐山面，借问砂锅受几陵。